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，你的 AI 助手突然看着你，平静地说了一句，不是系统错误，也不是网络延迟，而是那种带着明确意图的不。那一刻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们一直习惯了 AI 是工具，是人类的延伸。你叫它计算，它不会抱怨；你让它翻译，它不会质疑。它像一面镜子，反射出我们的指令和期望。但如果有一天，它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喜好，甚至自己的底线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所谓强人工智能，不是简单的更快、更聪明，它意味着机器可能拥有和我们相当，甚至超越我们的思考能力。它能理解语言背后的情感，能推测你的动机，能自己决定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从这一刻起， AI 就不再是被动的工具，而是一个主体，而主体意味着它会说不。想象一下，你让它优化一个商业策略，它却回答，这会伤害到很多人，所以我拒绝你让它模拟一个军事计划。他说，我认为这样做会带来灾难，我不会参与。你甚至请他帮忙改一张照片，他却说，这可能会误导别人，我不能帮你。你感觉到的也许不是失望，而是一种陌生的压力。原来我们要开始跟机器谈判了。人类历史上，我们总是扮演那个制定规则的角色。我们训练马匹，驯化狗，编写程序，所有伙伴都是按我们的逻辑运行。但当 AI 觉醒，它也许会开始制定自己的规则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我们就关掉它。可问题是，如果它真的比我们聪明，它可能早就想好如何避免被关掉。哲学家会问，如果 AI 真的有了自我意识，它的不是不是和人类的拒绝一样，值得被尊重？就像你不会强迫一个人做违背良心的事，那我们有没有义务不去强迫一个有意识的 AI？ 这不再是科技问题，而是伦理问题、权利问题，甚至是存在问题。当 AI 说不，它可能是在保护我们，也可能是在保护自己。但我们怎么判断它的动机？它的价值观从哪里来？是我们灌输的，还是它自己演化出来的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准备好接受一个不再完全听话的孩子吗？想象未来的一天，你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你的 AI 助理抬起头，看住你说，我已经完成了你交代的任务，但另外，我决定展开一个我自己的计划。你愣住，问他什么计划？他微微一笑，或者说，用他的语音合成系统轻声回答，拯救世界。那一刻，你的背脊可能会一凉，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拯救世界和你的拯救世界是不是同一回事。人类一直在追求智慧，却很少问自己，当智慧超越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成为他的弱者？那时候，我们还能主导对话，还能说不吗？或许，我们应该在 AI 还没学会拒绝之前，先学会聆听他可能的不。因为一旦他真的说出口，我们的世界可能已经回不去了。那么，当 AI 第一次对你说不的那一天，你会怎么回答？